这个男孩正跟着音乐摆动手臂，一旁的机器人也跟他做着一样的动作。伴随着音乐节拍，他们甚至开始切磋起广场舞。一旁的父亲带着笑容走过来，他叫老狼，曾经是个职业拳手，后来时过境迁，拳手也不吃香了，人们更喜欢看机器人在拳场上比赛。老狼没了生活来源，过来催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，无奈之下，老狼也开始改装各种机器人。可是老狼的机器人并不受欢迎，常常被隔壁的小孩嘲笑。这天，老狼带着机器人参加比赛，迎战他的是一头健壮的公牛。刚一开始，机器人就把公牛撂倒在地，随后又踩在了公牛头上。老狼得意洋洋，一个不注意，公牛扑了上来，一把撞掉了机器人的一只腿，接着又被公牛顶在了栅栏上。老狼想要停止比赛，可是裁判根本不允许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牛的2只脚撞向机器人，顶着他绕场1周，最后彻底报废。就这样，老狼输了比赛，还赔上了所有的钱。正准备回家，2个陌生人从背后拦住了他。老狼要跟他们走一趟法院。原来自己的前女友生病去世，留下了10岁的儿子麦克没人抚养。麦克的姨妈坐在一旁，老狼看着姨父身上的首饰，决定把儿子的抚养权卖给他们，自己拿着那笔钱又开始物色新的机器人。碰巧姨妈他们要飞纽约，只能让麦克跟着不靠谱的父亲住一段日子。老狼来到女友店里，看到一个声控机器人，心动不已。他叫大声公，曾经也见过大世面。老狼当机立断，带着大声公就来到地下拳场，跟他对阵的是黄毛马达斯。刚一开始，大声公稳定发挥，一拳把马达斯推倒在地，接下来几个勾拳，整得马达斯的脑袋直冒金星。没过多久，马达斯开始反攻了，趁着大声公不注意，一拳打在了他的胸前，接着就是一套组合拳打在了大声公的脑袋上。老狼慌了，越指挥越乱，大声公直接被卸了一条手臂。慢慢被逼到角落，马达斯力道很大，每次的攻击都很致命，最后把大声公一击爆头，流了一地的机油，大声公变成了一堆废铁。老狼惊呆了，他不甘心，带着儿子来到零件厂，没想到在这里他们却有了不一样的发现。这个不靠谱的父亲半夜里带着儿子来到零件厂，一个没注意，儿子一脚踩空，湍急的水流把他冲到底下，好在一块钢铁拦住了他。父亲赶紧跑到地下，手里死死抓住儿子，用尽吃奶的劲把他拽了上来。儿子麦克把地上的污泥撇开，发现刚刚拦住自己的好像并不是一堆废铁，而是一个机器人。麦克想要把他带回去，可是父亲老狼并不答应。哪知麦克一不做二不休，一晚上的功夫把机器人从水底拉了上来。老狼见他那么执着，就把机器人运了回去。你又给他充上电，机器人立马活了过来，还跟着麦克一起摆头。原来这是他独有的映射功能。麦克算是捡到宝了，可是他的攻击能力并不强，充其量也就是个陪练。麦克把他擦干净，看到了机器人原本的名字，原来他叫阿萨姆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麦克每天带着阿萨姆跑步训练，累了之后，阿萨姆还会把麦克抱起来，2个人无障碍交流，像是许久未见的朋友。这也坚定了麦克心中让阿萨姆参赛的念头。恰好这时的老狼也想找2个金主，就带着麦克出发，来到一个动物园，这里正上演着一场巡回比赛。看着老板一脸不屑的样子，麦克走过去跟他打赌，阿萨姆一定能撑过2个回合。比赛一开始，阿萨姆就被踩了一脚，接着对方机器人的榔头一下一下捶在阿萨姆的脑袋上，麦克只能在一旁干着急。对方的进攻越来越猛，老狼朝阿萨姆喊了2声，他才躲过去。好在以前陪练的优势没丢，阿萨姆很耐打，就这样勉强撑过了第1回合。接下来麦克改变策略，阿萨姆先是躲开对方的一脚，紧接着2手往上一抬，对在了对方头上。没想到这致命一击让对方系统直接崩溃，开始哐哐对着自己打脸，最后倒在地上冒出一股黑烟。这次的成功给了麦克莫大的信心，他连夜完善阿萨姆的系统，还充分利用他的映射功能，教他一些简单的拳击动作。后来麦克想到了大声公的声控装置，如果把它放在阿萨姆身上，妥妥的如虎添翼。与此同时，麦克还让老狼好好发挥自己的长处，教给阿萨姆更多的拳击动作。老狼刚开始并不想答应，看着儿子诚恳的眼神，老狼同意了。没过多久，他们接到了职业拳击的邀请，一场精彩的机器人大战即将开始。这是一场机器人之间的角逐，一边是初出茅庐的阿萨姆，一边是势头正盛的双子星。比赛一开始，双子星掌握了主动权，把阿萨姆按在角落里拍打。经验老道的狼叔在一旁寻找对手的弱点，他发现双子星每次一抬手都会有一个准备动作。就这样，在老狼指挥下，阿萨姆避开了对方的拳头，朝着双子星的身体猛打几拳。接下来一个3连击，让双子星彻底失控。最后一个右勾拳，双子星被 KO 在地。老狼和麦克如愿拿到了奖金，刚一出门就碰到了过来要债的人，他们拿走了老狼身上所有的奖金。虽然这一场比赛血本无归，可是父子俩的感情
却在慢慢升温。没过多久，麦克的姨妈从纽约返回，她要把麦克带走。这次老狼舍不得了，他想和儿子一起见证阿萨姆成为新一届的拳王。后来，在老狼的恳求下，姨妈松口了。终于，他带着麦克来到了顶级赛场。这一次，阿萨姆要应战的是世界级拳王宙斯。宙斯的强大不可比拟，就连出场也是一个大跳登台。阿萨姆不是宙斯的对手，刚开始不到1分钟，阿萨姆就被2次打倒。好在他并不气馁，宙斯的攻击越来越猛，直接把阿萨姆按在栏杆上锤痛。最后，宙斯一把抓住阿萨姆，把他甩在了地上。裁判开始计时，麦克在一旁喊着阿萨姆，终于有了回应。阿萨姆在最后3秒内站了起来，可他还是没有机会反击。老狼在下面指挥着，试图找到宙斯的反应间隙。阿萨姆一个勾拳打在了他的脑袋上，随后几个勾拳把宙斯打懵了。没想到这匹黑马下手这么狠。第1回合结束，老狼跑过来支招，他要阿萨姆看着自己拳击的手势进攻。第2回合开始，阿萨姆一直处在防御阶段，双手抵在胸前，迎接着宙斯的一顿顿暴击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宙斯虽然有点体力不支，可是阿萨姆还是处在劣势。麦克想要反击，老狼却说还不到时候。看着宙斯的动作慢下来，动力系统已经接近报废。阿萨姆抓住机会奋起反击，先是一拳锤在宙斯头上，接着就是一串的勾拳，一下一下打在宙斯的要害处。宙斯还想采用老办法，谁知阿萨姆直接绕到他的身后，开启狂暴攻击。看着老狼认真的样子，麦克感动了，这个不靠谱的父亲终于也有了努力拼搏的时候。随着时间的结束，阿萨姆胜利了，他们一起见证了新拳王的诞生，父子俩拥抱在一起庆祝这个光荣的时刻。虽然结尾全在意料之中，但是这仍是一部看得非常过瘾的拳击亲情片，动作戏和温情戏的分配比例十分恰当，不会让人感到拳击过多的不适与过分煽情的做作。小影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原片。